航运近期股价直落，是风险还是机会呢？到底航运股还有没有春天，还是凛冽的冬天呢？记得订阅频道，这一集非常重要。我们节目正式开始。聊到航运族群啊，全国好朋友们，无论你手上有没有船票，台北股市从去年到今年，有船票的人都成了大富翁，赚翻了。可是近期航运股的股价修正啊，幅度也非常惊人哦。短短1-2个礼拜回档30%，长荣、阳明、万海是如此，新兴、裕民、惠阳也都有这种现象。从货柜轮到散专轮都一样。到底可不可以买？还有没有未来？来，今天 David 呢，就要在今天的随堂考跟你聊这件重要的事。我们来聊聊基本面，到底航运股怎么看？简单逻辑，航运股供给跟需求，什么样的供给跟需求？全世界啊，未来这几年啊，今年是2021年啊。大家知道哦，航运啊，在全球的运输上占了75%，都是用海运。全球所有的运输总量，海运就占75%。所以呢，整个航运股真正利基点在于这个市场的需求因为去年疫情的关系而递延到今年。所以我们在估2021年啊，航运股很有可能是全年。从第一季到第4季，全年都是旺季。一般来讲，航运股其实它就是 Q2、第2季跟第3季会是旺季因为年底有个消费性电子的最大的需求，像 Christmas 嘛，到 Thanksgiving 这一段时间，美国的黑色星期五嘛。但这一次不是我们来看从 Q1 到现在甚至未来2个季度，航运股都呈现一个高度的火热的状态。好，那全球的航运现在需求量这么大，那供给量呢 ？David 跟各位报告一件事，好朋友们，如果你在股票市场投资的时间比较长，2007年啊，那一年是过去这20年来航运景气非常好的一年。那一年啊，市场上所有的航商大幅的去订船，岂知2008年遇到金融海啸，那当时订了船怎么办？很多的航商当时都要弃船而逃，booking 下去的船，好朋友们，订一艘船要2-3年才能下水2007年订的船，遇到金融海啸，隔2年要下水，在2010、2011年的时候怎么办？所以其实全球的航商在2007年到2011年吃过了大亏所以来到现在2021年，今年对不对？哇，航运景气这么好，不好意思以前吃过闷亏的航商，吃到现在2021年，从去年全球的海运的运价暴增到今年。他们其实不太敢订船，很怕遇到2007年那一件事。这问题来了，那怎么办？根据我们的统计，我们现在所知道的现在的全球的船舶量是过去从1990几年到现在20-30年来是最低水位的一次。市场需求这么高，但我船舶的数量，我的运力是最低的，这才导致真正运价上涨的动能。好了。那问题来了，好了，我们要没船吗？订船不就好了？刚聊到了，订船要2-3年了，所以来到2022年会是全世界历史以来新船下水最少的一年。所以你问我说航运多头在哪里？你觉得2021很夸张吗？那2022都还没到。故事聊到这里，再不打紧国际海事组织叫 IMO 全球所有的海运贸易游戏规则他定的。好，全球最有影响力的 IMO 国际这个组织他说，我要因应环保，我们要限制全球所有的商船的碳排放量。他要求大家从2023年开始要减排2%，2% 很少，对，听起来是如此。但根据换算，全球现在所有的商船要减速20%，才能让这个2% 的碳减排达标。现在船都已经缺成这样，塞港塞到爆，还要降速20%，怎么搞错？没有搞错，这是已经确定的事实。所以我特别问各位，你真的觉得航运股走完了吗？好，还没有，后面还有那这一波航运股到底跌什么？这长线的基本面这么好，2022年的新船下水量历史新低，对不对？再加上2023年碳排放减排2%，这么大的利多，那航运股怎么跌那么多？好朋友们，拜登现任美国总统7月初祭出行政命令，说什么？
好像要来对付一下近期高涨的航价。他认为现在的航运价格高，尤其是联合垄断的行为是不可以被允许的。那这对航运股不就糟糕了？是这样吗？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哦，其实目前截至 David 录影这个时间为止全球的所有的航运的准点率都是这几年来的新低啊。然后呢，排班排到爆，甚至货物放在港口，不好意思，没船可运。所以呢，拜登针对就是那个附加费，我的船舶附加费，你们这些航商太过分，让修就贵了。可是真的有能够打得下来吗？来，好朋友们 ，David 之前跟大家聊过一个上海集装箱指数，上海的出口货柜指数，这个指数叫 SCFI， 大家去看一下其实整航运股在这一波上涨之前中国大陆就曾经打压过航运，一样中国觉得说，你们这些航商太过分，都你们赚就好了，那个价格太贵。可是您注意到那个时候的 SCFI 真的有乖乖的在这中间停了一段时间没起那为什么后来不对老师，那个 SCFI 这个指数后来狂飙这个货柜指数这个价格为什么会狂飙嘞？那不是前面中共打压吗？压住了No， 中国政府一出手，确实暂时抵住了 SCFI 的涨势，但是他后来为什么放弃？他注意到一个根本的问题。航商把船舶的运力，就是这些船，你中国不好赚，我转到越南、东南亚去赚，我先运其他国家的，中国的先不运。你觉得这样子中国政府受得了吗？这个情景有没有跟现在很像？会不会拜登政府开始要对付航商，航商就先把船舶能够运的先往别的地方国家去运了？有，而且已经是事实。所以好朋友们，关于航运股的长线的多头是没有改变的，所以我们真的觉得这一波的修正是你再赚一次航海王的机会好了，最重要的，那聊了这么多，有没有什么值得推荐的好标的？万海有点贵，对虽然说据说今年赚30块以上，阳明也据说赚30块，这个股价也200了，对不对？长荣也是，虽然这一波修正之后也都还有100多块、200块。有没有便宜的小个短袜，而且真的业绩基本面很好的？来跟大家分享一档好标的，很有意思这一档股票他手中握有3.8万张的阳明持股，其中2.8万张是长期持有，这一部分撇旁边不算。你们好，1万张是在2017年12块买的阳明。观众朋友们，你没听错，是12块。所以台北股市真正的航海王是这一档股票，他买12块的阳明。你看他现在赚多少？好，这是业外，那本业嘞？他的本业是散装，预估今年 EPS 搞不好3块以上。这3块是本业都不含刚刚跟你讲他持股阳明的那部分都没省就本业就3块现在股价50-60块，这档股票叫做台航。我喜欢这个亲民的股价，获利能力又不错的这一档台航，提供给好朋友们作为投资的参考。那今天的饭前水汤稿呢，就跟你聊到这里，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我们下回见。